接下来这组要 PK 的2位是 Kid 和王小利。先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去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他讲了很多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今年他决定，不讲故事了啊，决定和大家分享他的想法。掌声欢迎 Kid。大家好，我是 Kid。大家好，非常喜欢大刀的表演，但我今天带来的还是传统脱口秀啊。过去1年一直在演出，前两天演着演着收到一条观众的私信，问 Kid 今天演完可以 SD 见一下吗？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什么意思？Stage door 问你能不能在演职人员入口和你合个影什么的 SD。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啊？想半天给人回过去一个，行，有机会我们山东见吧。SD， 因为我们现在观众太年轻了，我的私信里还有很多说 Kid 啊，刚毕业很迷茫，不知道老家和大城市哪里好。这个问题，以我浅薄的经验，当然是大城市好啊，是吧？我在上海才会听到，实在不行回老家吧。我从来没有过在我苏北老家听到过，实在不行去上海吧。你知道这个话出现在我们县城，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病啊，实在不行去上海吧。我是18年带着辛苦攒下的1万块来到了上海，来了发现在这里生存比我想象的困难。首先你从县城来，你对上海就没有概念。我当时租房跟中介说的都是，我想找一个3室1厅，精装修，人民广场附近，预算在2000以内。中介也挺幽默，说小伙这房我们这儿是没有，你那个不行去乐高看看呢，乐高。看1天看上了一个2500的隔断，我说还行，还剩7500。中介又笑了，说上海押1付3，2500押1付3，1万。我攒了那么久攒下的1万块，来上海1天花没了。那一刻怎么说呢 ？Just like magic。哦，这么个魔都是吧？这么个魔都，咬牙租了，我说也不能灰溜溜走了呀，没钱用，我这只能变卖一些以前买的球鞋、潮牌衣服。日子越过，衣柜越空。有天打开衣柜，我都绝望了。我说这是没灰溜溜的走，怎么要光溜溜的走了呀？怎么净身出户了呀？最后撑下来了，没有回去，因为我知道老家也不是100%安逸顺利，老家有老家的困境。大家这2年总在说大城市牛马惨，有人关注过县城牛马吗？做6休1，没有社保，想换也换不了，那工作都是父母隔了好几层关系给你求过来的，压根没有跳槽的概念，你就在这槽上躺平一辈子。是吧？最关键的是你在上海当牛马，老板还只会让你干活，你在老家当牛马，每天都有亲戚逼你配种啊。我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得用上海牛马的话术应付苏北牛马的活。人生大事你得放在第1位。我说收到。你得分清轻重缓急。我说好都好都。你得赶紧结婚，赶紧把孩子生了。我说最晚下周给你。家里也不一定能帮得上你什么。有个说法叫县城婆罗门，意思县城是种姓制度，那些资源都被各大家族企业垄断了。小刘爸爸生产，小李爸爸出口，小孙爸爸做账，小赵爸爸查账，是吧？几个爸爸组成一条 deadline， 是吧？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大，每天都是以万为计量单位的。而我爸每天的生意，那计量单位就不仅有万了，还有饼条，是吧？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婆罗门，有些人生下来就缺一门。所以对于家里没有背景也没有慢慢的我们来讲，也是被迫留在大城市的。没有背景就只能北京，没有买卖就只有伤害。
反正不管你去哪儿吧，咱普通人在哪儿都不容易。咱们的人生处处是苦海，要不然为什么各行各业都在说要上岸呢？我只是觉得你选择完一片苦海，你就别管别人在怎么说了。经常有人跟我，他也没来过上海，就跟我说上海不好。我说你去那儿干啥？上海只是有钱人的乐园。我特别不理解这句话，上海只是有钱人的乐园。有钱人难道不是在哪儿都是乐园吗？是吧？就算他真是有钱人的乐园，这也正是我从县城来的原因呢。乐园，那最需要的就是工作人员嘛，是吧？咱们就是赚钱来了。有钱人在哪儿，钱和机会就在哪儿。因为在有钱人的眼里，钱是万能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会拿钱干什么莫名其妙、你理解不了的事情。很可能明天就有一个上海富豪说：“哎呀，这每天睡前就想听人在床边给我讲点谐音梗呢，怎么上哪儿找去呢？”我立马拍马赶到，我说：“大哥，您还上哪儿找啊？这不有个现成的吗？是吧？”他们又说，在上海生活的人都冷漠孤独，这确实是。但我觉得咱们得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冷漠也就意味着咱们的所有在上海发生的所有的困难都是自己解决的，是吧？你在上海都能活得下来，你就不会死在其他地方。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是吧？每天咱们不还照样在这儿上好班、做好事、拼好饭吗？是不是？它会拉高你被困难打倒的影响的阈值，因为困难它不会一个一个来的，非常有可能有天60岁的我躺在床上醒来，发现在同一天父母离开，老伴儿也走了，子女也不管我，上网一看又延迟退休了，是吧？我在上海生活过，我也能保持那种松弛感，我会做的第一件事也是，那先搞杯咖啡喝喝吧，是吧？我觉得更不要说孤独了，孤独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在乎你，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生活。你看安福路那些人，他就在那晒太阳，要是在老家这就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吊儿郎当、好逸恶劳，在上海这叫 gap。就是在上海就有这种魔力，你在上海你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一摊，你就感受这个上海滩，是吧？罗老师又受刺激了。没有人在乎你什么工作，结没结婚。我那个房东奶奶70岁了，没生没嫁。有回过年我没回家，她给我做了年夜饭，我当时很感动，喝了点，跟她哭诉，我说父母怎么压抑我，亲戚怎么挤兑我，同学怎么嘲笑我。她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用很上海的方式安慰我。她说：“哦哟，穷地方都是这样的啦，穷地方。”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因为这2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离开了上海，这其中包括我的心理医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行，在这儿太焦虑了。好了，我还劝了他半天，但是他很厉害，因为他从决定到搬走只花了3天。所以我就想祝福所有想离开大城市的朋友，都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也希望咱们决定留在大城市的朋友，都有说不走就不走的理由。讲到这儿，谢谢你们。大主管看了一下，谢谢 Kid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来 ，Kid， 锁票倒计时开始。再次掌声感谢 Kid。谢谢。Kid 刚才也说了，之前其实，在上一季的，在去年，你更多的是分享的你自己的生活故事嘛，包括工作、家庭等等。对。然后这是本季的第一次，然后上台选择感受式的，是为什么？我就是想说，好像这个是这2年大家的一个在纠结的想法，可能很多朋友丢了工作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好像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东西。是的。其实，在哪儿生活都有哪儿的好，也都有哪儿的难啊。对。Kid 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选手，然后今天我也听得很开心，全程都在笑，然后最后少了一眼，我觉得今天3灯差不多够了，因为不是他最好的状态。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别不高兴啊，我刚才还有一点
突然还有点难过了，就是怎么了？在这个舞台上管那个谐音梗的人不在了，你们这么放飞的吗？罗老师又受刺激了。净身出户 ，deadline 只有伤害，建成的吗？上海滩。谐音梗对人类一直都有巨大的诱惑。对创作者有巨大诱惑，因为它快啊，所以我听得也很开心。但是就刚才就想啊，这么多谐音梗，然后就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对，没什么别的，没什么别的。我刚才听这一段，我的感受跟罗老师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 Kid 已经可以进入一个脱口秀演员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叫怎么演怎么有。作为脱口秀演员，他需要一次表演完成那个艰难的跨越，就是以后我就无比的自信，我可以一往无前。特别为 Kid 高兴，我明白他等到了这一刻。然后这段表演它本身内容特别好，好在他塑造了2个 Kid， 一个是苏北 Kid， 一个是在沪漂的 Kid， 而这2个人始终在他体内在缠斗，在挣扎，在彼此的给对方鼓劲儿。当我在上海混不好的时候，苏北那个 Kid 告诉我，其实你可以回来。他们是彼此互相给对方力量，所以那一刻其实我是一边听着笑得很嗨，但同时内心有一些小的酸楚，因为你明白有很多人正在经历什么，就他们不是一生下来就在上海或在北京，所以他其实讲得非常的棒。是的，谢谢鲁豫老师，谢谢。Kid 呢，他是给你特别生活化的细节，包括他在说那个红条腕，在说上海阿姨对他的那个安慰。对，我觉得这种东西会打动我们的，因为它就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或者相信这个事儿。而且 Kid 其实不管是留在上海还是回老家，怎么都挺好的。你爱的桂花香还是蚊香，只要用美团闪购搜的一下都可以到家。再次感谢 Kid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大家。要和 Kid PK 的这位朋友王小利，他对世界的认识很锐角，但是他的表演淡淡的，也是一位新人，他值得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出来。掌声送给王小利，欢迎。Hello， 大家好，小丽 ，Hello。我今年45岁，一直没有结婚。我每次我说我不结婚，别人都会问我为什么，我也找不到理由。我就是那种从小到大没有幻想过穿上婚纱的人。婚纱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勒得慌，实在是被人问烦了，我就说：“哎呀，我条件差，不好找。”他说：“你条件不差呀。”我真的吗？你说说哪儿不差？他这个聊天嘛，你难为我干啥？但是不结婚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就他们现在问我都不会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他们会直接问你小孩读几年级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就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年满10岁的孩子。我都不需要虚构太多信息，我只需要说成绩好就赢了。你小孩读几年级了？4年级，成绩啊也一般。虽然年纪是第一，但放到整个成都市来看的话，不过是个第3名。一般说到这儿，就没有人会继续问下去了。没有人想分享别人的成功，他们甚至怕我想继续往下说。还有人问我老公是做什么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会给自己虚构一个老公，因为我觉得虚构一个小孩很简单，但是虚构一个男人太难了。我虚构的太好了，别人不相信；我虚构的太真实了，越虚构自己越生气。我没有办法虚构一个真实的好男人。后来再有人问我老公，我就说算了，别提了。他们就认定我有老公。
虽然我没有结婚，但是我身边同龄的朋友都结婚了。30多岁的时候，他们还会在我面前炫耀，说自己过得有多幸福。我说你带2个孩子这么辛苦，怎么会幸福？他说虽然辛苦，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给他们做饭，送他们上学，接他们放学，做饭，辅导功课。当终于忙完了，躺在床上看着他们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我心想，怎么可能？到后来我发现他没有撒谎，因为有一次我一大早起来赶飞机去外地开会，开完会演出，演完出又开会。当我终于忙完了，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幸福。人在辛苦劳动之后休息，就会觉得很幸福。但是没有孩子也可以很辛苦啊。有个工作就行，用工作代替孩子，不光可以辛苦，还能赚钱呢。你拿到钱的时候，还能真的幸福。还有朋友早上6点就起来给她的老公和孩子做饭，然后拍照发到群里面，大家都在赞美她、羡慕她，但是我没有说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醒。所以他就艾特我说，他说我这种有老公孩子的幸福是你没有办法体会的。大概12点多钟的时候，我终于醒了。我看了一下群里的信息，回了一个刚醒。我心想6点就要起来做饭，那不是7点就要起来吃？感觉他们一家3口的觉还没有我一个人睡得多。很多人都觉得不结婚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哪怕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别人还是会说你苦日子在后头。我是不知道还在多后头。直到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和她老公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他俩突然吵起来了，我一下愣住了，感觉回到了原生家庭。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她说她老公停个车都停不好，还能干点啥？她老公说她是个神经病。我心想，都是因为我不会开车，他们才吵起来的。我要是会开车，就帮他们把车停了呀。我要不要去学个开车呀？想到这儿，我觉得不对，我又不是8岁了，所以我转头对我朋友说：“你们离婚吧，我跟你。”后来我跟他说，你以后别带你老公了，我受不了夫妻吵架。他果然不带了，只是每次一坐下就开始骂她老公，感觉她老公不在，但是又无处不在。每次都哭着说她要离婚，一哭好几年又不离。原来离婚这事儿她只跟我说了，没有告诉她老公。当然她有时候也会关心我，跟我说，哎呀，老师我是在倾诉烦恼，有点不好意思，你有什么烦恼也可以跟我聊聊啊。我没有烦恼。但是我意识到我得有。因为烦恼就是我们友情的投名状，我只好虚构烦恼。我说我跟我妈吵架了，她说我也是，巴拉巴拉巴拉，就把话题接过去了。我心想，幸好她方方面面都有烦恼。她要是真的关心我，那我就露馅了呀。前几天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烤肉，其中一个朋友非要等她老公来了才能吃，其他人也说好啊，等他一起，反正现在也不饿。我心想，来的路上不是都饿了吗？怎么闻到烤肉香就不饿了呢？我想反对，
又怕别人觉得我一点饿挨不了，延迟满足能力太差。大家都知道，延迟满足能力差的人将来肯定没出息。但如果我再不吃饭，就没有将来了。我想走，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为什么别人都忍得了，我忍不了？我是不是太在乎自己的感受了？我这个饿了就要吃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不对呀，我怎么一边挨饿还要一边反省呢？我应该反抗啊！等老公，等什么老公？为什么要等她老公？她老公又不是我的菜。我的菜已经上了呀，凭什么不让我吃？所以我站起来说：“你老公怎么还不来呀？他是不是你虚构的呀？”以前为了合群，我要虚构小孩、虚构老公，甚至虚构烦恼。但是不合群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我身边就只有我，没有人知道45岁还没结婚的人该怎么样。那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反正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榜样。谢谢大家，我小丽。太酷了，太好了，我这来顶啊！掌声送给王小丽。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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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啊，这是新人，新人啊啊！王小丽，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王小丽。哇，太棒了！哇，小丽少女，小丽少女。小丽，你是在之前有过很多的线下演出吗？我说脱口秀有6年了。啊，然后频率呢？表演频率？一个月演几次吧，因为我这个年纪也不能演太多，而且成都也不需要这么努力，感觉。啊。就是演一演也能活，就是不用太卷，就是。刚才春春专门又有点不相信的补充的问了一句，说真的是新人。对，哇，怎么这么优秀啊？完全不觉得。对这个舞台的驾驭，对，和游刃有余啊。对，好棒啊，真的好棒。我是玉米。啊，那必须的啊。我好多年前就给你投了好多的票。谢谢。那个时候还是短信投票。那是你唯一的烦恼，对不对？当时感觉哇，我要李宇春加油啊，好棒！哎，大老师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有一种演员特别神，他跟开了天眼似的，他能看见你每天都在经历这件事儿，但是你就熟视无睹。然后他经过的时候，他就全看眼里，全记心里，全记在对耳段子里。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人说天赐的声音，这是天赐的眼睛，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但是你每天都能看见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这个非常了不起。谢谢。当他那么胸有成竹说出我没有烦恼的时候，我全场炸，我觉得那个特别棒啊！而且很神奇的地方是，你感觉他的每个想法都很刁钻古怪，但实际上全是符合常识的。对，是其他人不正常，他特别正常，从头到尾都是极其正常的。他其实把那个偏差感达到了极致。是。他那个其实有点，我觉得在听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脑接受的一波又一波的轰炸。那个轰炸的内容其实是非常日常的东西，但那个日常它就有点像那个《皇帝新装》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鲁豫姐同时拍的那个点是你老公又不是我的菜，就是这个事情好像就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可能不会有一个成年人在桌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话，说我饿了，我怎么去改掉我这个饿了就要吃的毛病？对，就是他的这个话特别像一个小孩说出来的话，但他无比的对。对，太对了啊！他把那层窗户纸直接不是捅破，是扯掉。对。
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因为他其实在告诉我们，生活就是应该呈多元化的样态。你要知道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大概去年，我有时候会在线下组织观众来看电影。有一次电影结束之后，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当时说太生气了，说旁边坐着几个人，有一个对不起是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特别兴奋地指着我说鲁豫为什么他已经不年轻了，这个年纪了还能做那么多节目来主持节目？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老公，没有孩子。啊，其实我完全能够相信那一刻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后来我其实在回想，如果我是一个男性主持人，他一定不会讲说他为什么这个年纪还可以做这么多事儿，因为怎么样。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的限制和桎梏当中，你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如果你不选择更主流的那个生活方式，可能会面临的某种困境。所以他能够以那样的方式讲，刚才我其实内心受到特别大的鼓舞。如果我更早能够听到他这段讲话的话，我会觉得更有底气，所以我会觉得非常棒。谢谢。小丽，刚才你说你没有什么烦恼，但是你要来这个舞台来参加这样的比赛，你会有焦虑或者压力、紧张感？我在3月份的时候其实挺焦虑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欲望就是有点脑子里面的欲望有点多了，有点患得患失了。我感觉我要上节目了，完了这个万一红了怎么办？哎呦喂，必须得火啊！那就不能每天逛公园了，你知道？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患得患失，然后当时去三阳参加开放麦的时候，状态又特别不好。然后有一次开放麦，我在下台的路上，我就开始责怪自己。我说你怎么回事？演了6年了，就是演个开放麦还演不好。就那一刻，我一下就惊醒了。我说，哎，王小玲，你怎么在责怪自己呢？因为我的人生很少责怪过自己。对。当我开始责怪自己的时候，我一下就惊醒了。我想，我的身体已经陪我做了那么多事了，他陪我去演专场，还来上海参加节目改稿子，不断的改稿。他都已经这么辛苦了，你还要责怪他？你不应该责怪他，你应该爱你的身体。哇，真的太棒了！说的有点想哭了都。小丽姐太帅了，小丽老师简直，我跟你说，这种心态是一个会行走的梦，你知道吗？希望在下面的表演当中，我们能听到你这样的分享。对，因为我觉得灵魂在身体里面，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爱自己的身体。加油，小丽！太厉害了！我要多问一下袅袅老师，你的评价？我觉得特别喜欢，因为其实从创作脱口秀的角度来说，这个话题并不新了，所以还能讲得这么好，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语言是特别准确的，然后才能以这么平实的方式还让大家这么的接受。对，我觉得因为他说出他的想法的时候，不是觉得他是因为你们想听我想讲，而是他讲出来的时候，你非常的相信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只是站在那里讲述他的想法，就非常的有吸引力，非常的有说服力，非常的有魅力。对，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在这边搞这，今天演的也特别好，非常为你高兴。太棒了！谢谢海源老师，你以后不能自由了逛公园了。谢谢袅袅，谢谢海源，也谢谢小丽的表演。我们请 Kid 来到台中。很厉害。先来看一下校团给出的支持率 ，Kid 30，小丽40。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 PK， 获得胜利的是。我觉得已经做得挺不错了，如果有什么没做到的，就是能力不行。其实我在后台还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你就好好演，我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厉害啊！非常的接近。王小丽282票 ，Kid 260票。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舞台上，小丽姐的天真就是被放大了，那种又天真又真诚的小观察，就是让人非常感动。我觉得小丽姐这个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生动解释，也许答案就在你脚下，但是我们往往看不到脚下那一步。但小丽姐真的用她很平淡的语气，让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就这么简单。我觉得这个小丽姐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简单的力量。王小丽282票，我们要祝贺王小丽顺利进入到晋级区。有人要给 Kid 了，给 Kid 啊！哇！咱们俩就留一个，要不然我来吧。好，主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把什么事情都延迟的一个习惯，但我现在觉得应该向小丽学习，就你感受到什么你就表达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我觉得 Kid 这一季一定会有特别好的表现，所以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谢谢。那我再等等。对，你再等等，春春。好的，鲁豫的等等灯给了 Kid， 所以祝贺 Kid 进入到晋级区。谢谢鲁豫姐，谢谢春春姐，谢谢。Kid 本来我也想给啊，因为 Kid 实在太优秀了，所以我觉得 Kid 要非常值得那个灯啊！我支持鲁豫老师给 Kid 啊！我都没想过有人会给我拍灯，很开心嘛，很谢谢鲁豫姐。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一组节目，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实话，就是在我眼里，那是一段极致的技术跟极致的真诚。在这个舞台上，这两种碰撞的时候，还是会那个真诚会更胜一筹。跳出具体我没想过，但我知道我会赢。我跟谁 PK， 我应该都会觉得我会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那如果未来有一次输了，那就是感觉错了呗。我也是会犯错的呀。刚开始挺兴奋的，但后面就只有累、疲惫、身心俱疲、生不如死，有一点过于超出正常人的承受范围了。我希望下个赛段让所有人都轻松一点吧，不是说我们熬个3天3夜下来，这个节目就会变得非常好看，没有这个必然联系。我觉得所有人就在一个圈子里面圈住了，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合理的，没有人提出反对，好像大家都默认了这个事情是 OK 的，没有人提出要休息，没有人说走就走。我走了。我很喜欢小丽姐，她很松弛，她会带着我去逛公园，逛着逛着，她突然我们躺一会儿吧，然后我们就在公园草地上躺着。因为我做这个行业说脱口秀嘛，脑子会过度的使用，思维会停不下来。我为了抑制自己不要过度思考，我就开始去逛公园，然后就爱上了逛公园。就你有没有发现，公园的小孩就很舒展，地铁上的小孩就很容易哭闹，因为他就知道哪儿是好地方嘛。他们是凭身体感知来感受这个世界的，就他脑子还没长明白，但是他们的身体感知就知道接近大自然更舒服。所以大家可以多逛逛公园，像小孩一样。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逛公园，然后看鸟。我觉得脱口秀演员如果要形容成一种鸟的话，有点像雀渠，因为它会学其他鸟叫，然后它还会把其他鸟吸引过来，然后打它。就感觉这种鸟挺幽默的，就感觉有点像脱口秀演员。我有点像夜鹭，就是他们叫的叶师傅。他就老是在那儿呆呆的，不知道在干嘛，然后看着前方。我估计他是在休息，太舒服了，好想每天都逛公园啊！不行啊，王小丽，你干嘛？你不是要拿脱口秀大王吗？怎么能每天逛公园？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冲突，就是也没有规定说脱口秀大王不能逛公园。来，再下一组要 PK 的2位是管泽元
姜子浩。我想选那个蒋大白话，讲大白话吧，可以啊。那是他俩吗？对，你确定吧？有可能是他俩，还有迷惑性。那我选了不就是赢了也赢不了，输了不亏？那我就选这个吧，因为刚才好像有人跳过了这个。就其实选它那个原因特别简单，就它是整个白板上唯一一个就是有点放歪了的牌子。那我一看你这么特立独行，我就选你。讲大宝坏事。姜子浩刚才我说，因为我跟他认识了很久很久了，这一次我觉得也比我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又成熟了非常非常多。当然我这也是大言不惭啊，我也没有资格评价人家，只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其实很开心，非常开心，因为59个选手里边，如果真让我选的话，他可能就最合适的人选了。单独给他放个狠话，有空邀请我去 NBA 那里解说。不要怕被淘汰，我送你2张票来看我们英雄联盟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对我一说名字，底下就有人在重复他的名字。其实，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他不是第一次来了，之前来过啊，但是身份是嘉宾，这次的身份是选手，说明什么呢？说明电竞圈也不好混。掌声欢迎电竞解说管泽元。大家好啊，大家好，我是英雄联盟解说管泽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其实我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管住嘴，就因为我预测什么那个结果老是会反着来，所以我也有点好奇，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节目找我来？难道是想让我预测一下对面那个节目办的比咱们这边好？那也不用我预测呀，去年不就比咱们好吗？当然，我要跟大家说个实话，就是我预测其实是内心的真实感受。每次预测，我不会为了所谓的这种节目效果去博眼球，我都是做自己，就比 real， 你们知道吗？我一比 real， 大家就让我闭嘴。就我一个语言类工作者呀，我一说话，大家让我闭嘴，这种痛苦谁懂啊？只有张绍刚老师能懂了。我在互联网其实还算活跃，但是每次我说点真话，评论区都是你的发言我喜欢，你的私信记得关。我从来不关私信，大家别看我解说是穿西装，其实我出的是肉装，可扛骂了。我回家还安慰我爸妈呢，我说爸妈没关系，你们儿子可坚强了。我爸妈说是你是没关系，骂都是我俩。当然啊，为了我和家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有段时间呢，我也跳出了电竞解说的这个舒适圈，我尝试去干点别的。我去拍过网络短剧，我发现这个成名之后啊，确实很难听到真话了。我演得很一般，就这样还是得到了导演的夸奖，这夸的比骂的还难听。在片场，导演直接喊我老戏骨，说我才是真正的演员。我听完心里特别复杂，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打游戏狂送的时候，队友也是这么说的：你这么能送，你是真正的演员。我赶紧跟导演说，我说别这么说，我比昨天的演技还是略差一些。谢谢大家，我是管泽元，谢谢。你对今天自己的这个感觉是？我觉得随着你越去想要了解一件事情，你越会发现其中的不容易吧。那脱口秀就是如此，它虽然是说话，大家都长了嘴，都能说话，但是可能就是我越去想尝试做这个事儿，我越发现这个事儿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今天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跟我同台表演，所以我非常开心。我一直在跟他们说，就是甭管比几轮，能站到这个舞台上跟大家一起，我来努力的试一试这个事情，我就特别特别高兴了。然后也能见到这么多朋友还有老师们，谢谢大家。要和管泽元 PK 的这位朋友，大家都很熟悉了，沪漂7年，本来是广东人，但是这7年不知道现在粤语说的怎么样，完普通话越来越好。好嘞，掌声欢迎姜子浩。姜子浩。
谢谢。大家好，我子浩。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我係個廣東人啊，對，廣東人嘛。然後其實我在上海做脱口秀做了7、8年了，然後前段時間一直在廣東那邊做我那個粵語的那個脱口秀。說真的，跟普通話比，粵語那個演出實在是太落後了，你們知道嗎？我回廣東的第1場演出，我還是作為神秘嘉賓去的。這是笑點嗎？這個地方？結果那天呢，那個俱樂部你知道多原始嗎？因為他人手不夠，然後那個老闆還讓我幫忙在外面檢票什麼的。不是我這個人敏感吧？你們有人見過神秘嘉賓檢票的嗎？哈，我一心是想着回去衣錦還鄉的，結果說了一晚上 A 區2張，你知道嗎？那場演出一共就這麼10幾個觀眾，然後坐在第一排5、6個都聽不懂粵語的。我講到一半我都有點生氣了，我說你們聽不懂粵語，你們來幹什麼啫哈？然後前面那個觀眾跟我說啊，我覺得你們講粵語很好聽啊。好聽有鬼用咩？又冇人聽得明，喺呢個爛鬼節目啊，年年俾人當生豬肉咁砌啊！如果可以講廣東話，我早就發 Q 達啦，過撈嘢真係。好聽嗎？好聽沒有用的，沒有人聽得懂啊！說真的，哎，我真的覺得現在粵語市場搞成這個樣子，就是怪這個脫口秀這個破節目的。你都搞這麼多年了，為什麼不能學人家唱歌節目一樣搞個大灣區季呢？對不對啊？搞點粵語的嗎？我家裡那個50歲只會講粵語的姑媽也很需要快樂的，好不好？包括我自己啊，我作為一個純種的廣東人，我人生前22年我沒有離開過粵語地區生活，所以普通話本來對我來說就很陌生、很吃力的。就是我來上海之前，我的普通話就是這個樣子了，啊，就是渣渣灰啊。叉燒分的那個水平了哈，我知叉燒分啊，你們知道嗎？我花了3年時間才搞明白“紈絝子弟”這個詞不念“直跨子弟”，你們知道嗎？當然我知道不是普通話的問題啊，就是我沒文化啊。是這樣子的，不是我不好好學普通話了，就是因為我小的時候是香港娛樂圈那個黃金年代。那個時候粵語實在是太輝煌了，就是他們給了我一種錯覺，就是學好廣東話走遍天下都不怕。工作之後發現走了廣西有點卡住了。廣西的朋友都瞧不起我的普通話，你們知道嗎？梁海源都覺得我有口音啊。我真的以前覺得粵語是最厲害了，我甚至會跟身邊那北方的同學說喂，你還不學粵語你沒前途的了喎，你以後啊出來怎麼混呢？以後講普通話進不了 TVB 的，我跟你說啊，一家人不能整整齊齊的了哈。他跟我說他的夢想是上春晚呢。我說在廣東沒有人看春晚的，沒多少人會看春晚。你們北方人上春晚是光宗耀祖啊，在廣東我哪怕當天晚上跟我媽說我要上春晚呢，我媽都會跟我說好，那你姑媽拿回來那就是青年走地雞，你吃不到的了喎啊。不在乎我們根本就，以前粵語地區你們想想，以前粵語風光的時候，身邊的朋友知道我是廣東的，都會跟我說，哇，你會講粵語哦，對吧？好洋氣哦。現在啊，朋友再知道我是廣東的，就蟑螂好大，你們那邊。蟑螂之都啊，廣東現在就是，我說你沒有知道別的嗎？蟑螂會飛咯，你們啊，好恐怖了，你們那邊啊，又大又會飛那個蟑螂。我還知道啊，你們那邊不上班的，對不對啊？天天收租的嘛，對不對啊？穿那個背心人字拖嗎？他還問我，哎，你們那個人字拖那個設計是根據蟑螂那個鬍鬚設計的嗎？啊？現在廣東就淪落成這個印象了，真的。以前粵語風光的時候啊，你們去 KTV 看一下，全都是那些北方的朋友在唱那種蹩腳的粵語歌，什麼黑鳳梨啊，哈，拿雙眼東影啊，哈，笑死個人。我現在哪敢笑人家啊？現在我為了推廣粵語啊，我都得盲目鼓勵他們了。現在無論朋友他那個粵語多蹩腳，我都會跟他說：喂，兄弟，你廣東哪裡的？粵語這麼標準，煙台，廣東煙台好地方哦，是吧？啊，你們那邊流行那個考公，考的是包租公，對不對啊？不擇手段了，我現在就是。你們現在知道粵語有多難推廣嗎？我其實手上有2個多小時的粵語段子了，但來這個破節目1分鐘都用不了的哈。
没有人听得懂啊。其实你别说是我了，哪怕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容祖儿，容祖儿哈。他在粤语区都当天后了，真的开了无数的演唱会，几百首金曲，无数的金曲。一来到内地的节目，又开始挥他那个翅膀了，你们看到吗？我真的心疼他，没有用。近几年他已经进步的了，开始让大雨落下了，对不对啊？南水北调了啊，像个东海龙王一样了，一天天。我真的心疼他。其实这个事情啊，都怪这个香港的娱乐圈了。因为一直以来，你粤语那个文化的输出都是靠香港那边娱乐圈。然后你看看最近的10来年，香港娱乐圈有出什么几个能打的年轻的那明星吗？没有了。你反观内地的年轻明星，塌房都塌了好几轮了，人家。但这个事情不能怪年轻人的，主要是曾经的那些粤语文化的顶梁柱，现在也没有几个在为粤语出力的了。我这里有份名单哈。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讲这帮人都在干什么鬼啊哈！气死我了，真的是啊！先说个导演啊，王家卫。哎，王家卫啊，可以说是粤语电影一个时代标志了吧？那时候啊，连重庆的森林里啊，讲的都是粤语啊。现在呢啊，现在宁愿拍《繁花》、拍沪语，都不愿意为粤语出一分力吗？《繁花》，香港的紫荆花你拍过了吗？啊？顺德的豆腐花你拍了吗？拍《繁花》，蒙老师瓦特了，我跟你说哈。疯了这个人，疯了，对吧？不过我后来查了一下啊，王家卫是个上海人哦。那又怎么样？谁让他以前拍粤语电影拍得这么好啊？一家人不能计较那么多的了。OK 啊，他为了家乡建设，我理解他哈。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个谢霆锋哈。众所周知，这个家伙20年来拍了2部电影，最近开了一次演唱会，76年都在做饭啊。不是，他甚至做的都不是广东菜啊，这个家伙。霆锋，你是不是有毛病的？你这个地方啊，你觉得我喜欢你那么多年，图的是你那个爆汁烤肠的吗？哈。你知道大家最近还夸他说他越老越有味道了，没想到是原味和黑胡椒味咯哈！我一心想着他能把粤语文化发扬光大，没想到他一直想当中华小当家这个家伙。霆锋，我跟你说，你是把王菲追回来了，但你已经失去了我了。你就跟你那个女人过去吧你哈。还有吴彦祖，你也别笑，你最离谱啊！在粤语电影市场最困难的时候，你丫为什么在短视频开始教英语了啊？解释一下 ，Daniel Wu，explain it 啊！为什么要教我用英语点咖啡和酒店入住呢？这2个事情需要动用到你吴彦祖来教我吗？是不是有点太大材小用了？点咖啡你不是直接指着菜单 diss 不就好了吗？你酒店入住无论前台说什么你就 yes 就好了啦。收手啦阿祖。你们知道我那天打开短视频账号搜索吴彦祖的时候有多崩溃吗？在众多长沙吴彦祖、重庆吴彦祖里面，谁能想到吴彦祖教英语那个是你呀，大哥？英语这个东西谁教不能教啊？你在这里瞎敲心什么鬼啊？真的是。但我们粤语不一样啊，现在唯一能拯救粤语的项目就是吴彦祖嘴把嘴教你讲粤语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阿祖，真的快回来啦！大湾区需要你啊！你把向佐留在内地就可以的了。开始扫射了。阿祖，我不管了。2025年我会一直在大湾区做我的粤语东笃笑专场的。你如果对粤语还有感情的话，就回来当我的神秘嘉宾啊！我可以安排你帮我检票什么的啊！记得带上霆锋的烤肠还有祖儿的翅膀啊！
一家人最緊要係齊齊整整嘛。謝謝大家，謝謝。他好多呀，他好忠实。哇，太大了，都能干到290，真的能干到290，我觉得可以。来，各位赶紧拿出手中的投票器，为姜子浩投票。倒计时开始，热烈的掌声。姜子浩坚持了7年了，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坚持时间最长的，看出来已经疯了，然后疯了，7年终于在那条轨道上，在常规轨道上走不了了，然后疯了，太棒了，了不起，子浩，爱你么么哒，真的是太好了。希望你收到我们的掌声之外呢，不要收到律师函，好吧啊？刚才说到了广西口音的海源，海源你是能听得懂粤语的，对不对？我在广州看过他的专场，然后非常非常好就是讲粤语的姜子浩，你感觉是另外一个灵魂，就是他在用他的语言去讲述他那方面的段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如鱼得水，就是很自由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看，非常好看。谢谢。子浩，你怎么想到在今天就彻底不管了，我要进我自己的舒适区？哦，没有啊，这篇稿子就是这么设计的。然后，对我国语的表演风格是这样，我其实粤语是一个非常文雅，然后。谁信？非常绅士的那种表演风格不一样的。哇，没事儿，相不相信的都被感染了啊！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这一篇稿子的一个表演，因为也是非常真诚的，是我非常想表达的一个东西，然后也特别好笑。可以，太真诚了，太真诚了！开始大声的对着屏幕开始摇人，太真诚了啊！我觉得每一次子浩只要一愤怒，就怎么演怎么有。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人只要直面自己，就是我最恐惧的，或者我认为那是我最艰难的地方，那就是最容易出活出效果的东西。因为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也会有特别担心，因为在座朋友也不是大湾区的朋友，也不是讲粤语的朋友，他们可能不会有像我一样对粤语的那个执着，跟对粤语的那个情怀的，所以我要想一个办法，让他们也能理解到我在粤语地区觉得现在粤语没有以前那么好的那种委屈，所以其实我的文本也是值得我现在就能一个个肯定自己啊。大老师是看了一眼孟川，然后说又疯了一个，又疯了一个，又疯了一个，对，这隔空吐槽大会啊，太厉害了啊！姜子浩，我不知道现场有多少是老观众，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这么多年，姜子浩是每年都来，然后每年都表现最差的，也选手之一之一。所以有一次我跟他互动的时候，我还毫无恶意的问了一下，我说：“你非得做这个吗？”毫无恶意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精准的。毫无恶意，就是一个中年人对年轻人那种心疼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感觉那个时候他表现的毫无天分，所以我就说，这句很有恶意，好吧？一点恶意都没有。当时我说那个话的时候，全场也是爆笑，他们理解成是我在歹毒的拿他开玩笑，其实真的不是。其实我完全理解当时。但是这个舞台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在这舞台上看了很多年的表演，很多人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这么狠的都，但是，到了某一个点以后，突然间我就觉得，幸亏你内心强大。我当年问那些话的时候，你可能心里想的是傻叉什么的，然后也没搭理我。然后一直坚持下来，没有，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非常了不起。谢谢。在这个舞台上能坚持7年，能坚持连续从不缺席，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名次好像一直没有那么好，一直都没有那么好。但其实我一直想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很多朋友老是对我的印象觉得哇好不容易啊，真的一直坚持。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选择。我也不是说我特别每年很辛苦坚持在舞台上，是因为
包括当时罗老师当时说，哎，我好像没有什么天分，为什么在这个舞台上？因为这个舞台只占着我们脱口秀演员职业生涯很小一部分，我们线下的演出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我在线下也获得过很多的肯定，很多的笑声，所以我一直坚信自己，哎，我是可以做这一行的，并不会因为我在舞台上这5分钟就否定我自己。我也知道罗老师他只看到我舞台上那5分钟，包括很多其他演员也一样，说啊，以前好像默默无闻，突然爆发，也不一定是爆发，只是他那一次在这个舞台上没有拿捏好，没有表现好。其实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也没有说我在坚持很难受，没有的。你本来喜欢这个事情，对吧？就是你就会一直做的呀，就是这样，然后也能养家糊口什么的。再次掌声送给姜子浩，谢谢。同时，我们要把广队员请回台中。当你翻到说大白话的人是姜子浩，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有机会给兄弟当垫脚石了。我得说一下这个话，管哥真的人真实在太好了。当他知道是对手的时候，一直跟我说：“子浩，我送你一程。”不是那个意思，就他一直说啊，碰上我你好好表现，一定晋级，肯定晋级。什么我在那个等你什么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怎么说，你是跨界来，这是我的饭碗，然后。多了，有点多了。各位，他们2个的 PK 真的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惊喜，一个是跨界的惊喜，一个是坚持的惊喜。再次把掌声送给2位。票团给的姜子浩是40票满票，我们来看一下2位的最终票数是。厉害！恭喜姜子浩晋级去。广队员需要进入到等待区。特别好，特别好。他就是有了自己的粤语专场之后，人整个就有了底气和自信起来。多謝大家，買唔到飛，我唔聽到上海成個月喎。開心疲憊，演了2個多小時，今天都給你們，行了吧？第一次做專場，我真的量大管飽，我真的。今天的演出是200多人嘛，希望有機會能去到一些更大的場地做演出。我想去紅館，對，是黃子華的那個紅館。未來點樣令粵語棟篤笑發展得更好？好問題。首先我嚟呢個節目就係踏出嘅第一步，去令更加多嘅人知道有人做緊呢件事，而且做得唔錯。我希望更加多講粵語嘅演員要繼續堅持做呢件事，但係我相信我做呢專場會刺激到佢哋。哇！大灣區之光！多謝爹哋媽咪，我得咗啦！我做過好幾次粵語專場，賣不動。那你賣不動，沒有人買票，你就沒辦法演，你怎麼演？你上街頭演嗎？對吧？希望就是借國語脫口秀的平台，能宣傳一下我們家鄉的文化，在國語脫口秀的舞台上積攢一點點自己的名氣或者影響力，然後再用這個影響力去普及我們的粵語那邊去。我很喜歡粵語文化，不管是電影、電視劇還是歌曲，我真的就是覺得它是無法取代的。我感覺它是我心目中的一束光，好像是我家裡珍藏了很久的一塊寶物，很希望就是我們的粵語的文化能重新回到它的輝煌，而如果我們能成為這個重新輝煌的一小分子，那就最好了。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跟黃子華同台一起演出的粵語脫口秀演員。這麼大龍頭嘅？係啊，人如果冇夢想，同鹹魚有咩分別啊？江子豪，你今次仲唔死？係紅死，笑死，做佢大世界。各位，我们上半场表演都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所有的脱口秀演员的精彩表现，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的支持。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各位，超多的演出等您来看。第1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始，
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相信下半场一定会更精彩。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好，欢迎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2季第1赛段轻轻交手赛。我领导现在就属于 AI 梦男这一块的，就人工做的活他不喜欢，人工智能做的就喜欢。在这个舞台上，脱口秀演员最爱骂的就是老板。放心，我保证，接下来不会再有人去世了。我感觉我这辈子到头了，我现在死这儿得了。放松一点啊，今天没有捐款环节哈。我这次来呢，只带了2个亿。我爸说你睡吧，你睡了就能帮到我们了。我就晓得你的心里压根就没有我心里肯定没有你，晓得吧？什么喜欢，什么热爱，不是还有责任、使命和担当吗？搞得我一头雾水。哎呀，小男孩嘛。这么多好段子，我只觉得王府里的女人太多了。怎么还是老对手啊？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想去对面吗？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理，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延伸节目《朋友们的脱口秀》每周1 12点更新，加更版周2 12点更新，加更衍生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立成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